大家好，我是艾可，料理老师。今天用市面上常见的菌菇为大家做一道菌菇牛肉酱。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拌面、拌饭，或者简单的做个炖菜，非常百搭，而且口味也非常好。我们在选择菌菇的时候，像香菇和那个口蘑的时候，我们尽量选择它没有开伞的。那没有开伞的呢，它的营养和味道会比较好。那在选择那个杏鲍菇和蟹腿菇的时候，我们要闻一下它有没有刺鼻的药水味道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选择。在清洗菌菇的时候，我们只要用清水稍加冲洗就可以了。如果浸泡时间过久，一个是会稀释它的鲜味，第二在煮的时候会出很多的水。下面我们先把这个菌菇切成小粒。我们切的时候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如果你喜欢大块一点，那就可以稍微大块；如果你喜欢小叶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就是说你切的大小要差不多是一致的，因为只有这样的形状，它才能比较好入味。牛肉呢，我们选择筋膜比较少一点的部位，比如说牛里脊啊，或者牛腿肉都可以。那牛里脊呢，它比较嫩一点；那牛腿肉呢，它相对来说风味比较浓郁，因为这个部位它一直在运动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牛肉。先呢，把它切成片，然后呢，再把它切成丁，就跟刚才那个菌菇丁的颗粒是差不多大小就可以。在做那个菌菇酱之前呢，我们先要熬一个香料油，会用到大葱段、大蒜、生姜块，还有少许的茴香和花椒。那我们先把锅子预热一下。现在呢，锅已经有点热了，我们可以放油。油呢稍微多一点，因为这个菌菇酱它是比较吃油的。趁这个油还是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葱啊、大蒜啊、生姜都可以放进去，因为如果它很热的时候放进去，它一下子就焦了，它的香味就散发不出来了。放香料的先后呢是有点讲究，如果是比较厚的、质地比较厚的，像这个葱、大蒜和生姜，它是比较耐熬的，我们可以先放，然后等它稍微有一点点微黄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放一些质地比较薄的，比如说像大料啊之类的东西，把它的香味熬出来。我希望吃到的呢，它是有一点点香味，但是这个香味是很柔和，所以我不会放太多的香料在里面。煎到这个葱呢有一点点微微泛黄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放花椒了。放花椒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火稍微的小一点，因为如果火太大的话，它可能一下子就容易焦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香料都捞出来。趁这个油热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辣椒放进去。这个辣椒呢，不能煸的时间过长，因为时间过长它就焦了。稍微煸一下，火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太大。稍微有一点微微的泛的那种金黄色、焦黄色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牛肉放进去煸炒。等那个牛肉的水分已经有点收干的时候，它的表皮都已经泛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菌菇放进去了。因为菌菇的水分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可以把火适当的开大一点。然后不停的翻炒。这个煸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里面有一点点水分，它不至于太干，但是呢也不至于水分很多，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它的这个程度。
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如果你不喜欢吃牛肉，那我们可以做全素的，或者你喜欢吃海鲜味的，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开阳啊之类的。等它的汁水呢已经有收掉一部分，但是还没有全部收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放一些黄豆酱和甜面酱。这两个酱呢都是增鲜的，而且呢它是比较厚稠，所以我们做出来酱汁它会比较浓稠。这个酱呢也要煸一下它才香。然后酱炒一下呢，它的颜色马上就变了。这时候我们火稍微开小一点，因为黄豆酱呢是比较咸，而甜面酱比较甜，我们放在这里面呢，其实味道已经是足够了，所以就不需要再放盐和糖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菌菇牛肉酱做好了，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百搭的方法，比如说做一个面浇头，或者是拌一个蔬菜，或者是烩个豆腐，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吃，都可以。吃不完的菌菇酱呢，我们可以密封保存。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水分收得干一点，然后呢油稍微多一点，然后放在冰箱里，可以时间保存长一点，大概可以放2个星期左右。